我们不仅多了一个竞争对手，还少了一个暗恋对象。果然是你，王东，你什么你？你这个笨蛋！还好不算太笨。原来从始至终，女神一直都在我身边。我还担心你接受不了真正的我。你就是你，可算认出来了。亏他们一个宿舍这么多年。太好了，终于在一起了。要不是前几天王东来找我们，我们现在也跟宇浩一样蒙在鼓里。这才是一段感情应该有的开始。恭喜惠宇浩和王东儿得偿所愿，祝愿他们长长久久，一路彩虹。小杨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小老，我们是不是现在去找宇浩问清楚魂灵的情况？人家小情侣刚刚定情，总要让他们热乎热乎。明天早上我们召开一次海神阁会议，大家问个清楚。东儿，我以后是不是应该这么叫你了？宇浩，对不起，我以前刻意隐瞒了自己的性别。我明白，其实我很庆幸。庆幸？当然庆幸了。如果你是以女儿身进入的学院，那还有我什么事啊？你太漂亮了，一定会有很多男生追求。东儿，你真的答应我了吗？大笨蛋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的心意你还没明白吗？谢谢你，东儿。以后换我守护你。这么说，你没有亲姐姐了？但是我昨天刚回学院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长得跟你几乎一模一样的女生，而且名字叫王秋儿。一模一样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根本没有亲姐姐。这个给你。这不是泰伯给你的锦囊吗？给我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二爹说是我爸爸留下的，让我给你。哦。上面有我爸爸的封印，不能直接拆，说要等机缘到了。哎呀，你的房间在旁边，晚安。晚安。还没适应东儿的新身份。第一次住在海神阁，黄金树的疗愈效果真不错，居然睡过头了。要抓紧时间去修炼，修炼完就去找东儿。严院长，宇浩，跟我来，海神阁内好多人在等你。等我？玄老专门为你召开海神阁会议。你昨天在海神园大会上展示的魂灵，引起了大家的好奇。王东，应该叫王东儿才对。我们史莱克7怪终于聚齐了，我们等下宇浩。
然后一起去见见我们的新唐门。好。嘿嘿。对不起，让众位久等了。宇浩，接下来你可得给大家好好介绍下魂灵。魂灵是独立于魂环、魂骨、武魂之外的一种特殊存在。好可爱啊！她名叫雪女，我的橙色魂环也是由她而来。要说起她的来历，我必须要从头说起，因为事关我自己身上的一些秘密，连穆老也知道的并不完整。什么？在我的精神之海中，原本还有一位老师，名为伊莱克斯。最后，我精神之海中的那位老师，燃烧了他最后的神识之火，终于融合了雪地，诞生出了雪女魂灵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以我100年岁数，也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离奇。无论是那来自另一个位面的强大法师的精神烙印，还是雪女魂灵的诞生，都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魂师认知范围。1万年前，唐门先祖曾经开创了斗罗大陆一个新的时代。我能预见，霍雨浩，你和你的老师，又将开创斗罗大陆另一个新的时代，一个属于魂灵的时代。宇浩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一旦魂灵的存在传出去，拥有魂灵必定会成为全大陆魂师共同的目标。诸位宿老，我想将魂灵的封印契约咒语赠给学院。宇浩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这魂灵的制作方法可是无价之宝。没有学院的培养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而且，用亡灵魔法造福众生，也是魂灵创造者伊莱克斯老师的夙愿。我希望学院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们人类与魂兽之间，真能实现长久的和平。我代表海神阁，也代表史莱克学院，接受你的赠予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以当代海神阁主的身份，确立你为隔代海神阁主的继承人。玄老，这怎么行？宇浩，你就别推辞了。将你作为下一代的海神阁主进行培养，其实是老师还在的时候就定下来的，我们也都一致赞同。小师弟这么有出息，以后我们在学院里岂不是可以横着走？那也是宇浩自己有本事，关你什么事？楠楠说的对，这次宇浩和菜头回归，我们7怪终于可以齐聚，共商唐门未来。你可不要打着宇浩的名义惹是生非啊！我就是开个玩笑嘛，这小子一回来就事业爱情双丰收，真让人羡慕。看，唐门到了。恩公，恩公，您回来了。这是娜娜。恩嫂，娜娜，你也取笑我。娜娜，你还是直接叫我们的名字吧。恩公再造之恩，娜娜没齿难忘。您不止超度了我父母的亡灵，更给了娜娜一份全新的生活。娜娜今生今世一定会报答您和唐门的恩德。你现在已经是唐门的一份子，也是我们的朋友，不用那么客气。我希望你能忘记从前的痛苦，收获真正的快乐。好，贝先生，贝大哥，我出门去验收材料。
大家再见。老师他一直对唐门寄予厚望。老师，这2年半时间，你和二师兄在日月学院努力，我们也没闲着，总算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。你我皆唐门，身在绝世中。宇浩、菜头，欢迎回家。小袁老师，你要是也在这里，该有多好！我明白大师兄心中的痛苦，他想给你展现的唐门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呢？目前唐门分为内堂和外堂，内堂负责宗门管理、魂导器制作等，外堂则负责对外交涉、战斗等。唐门未来的发展必定是以魂导器为主的，宇浩和菜头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。外堂现在是我在管，托大师兄的福，已经跟学院达成了输送人才的合作。冬儿，你在唐门负责什么？冬儿可厉害了，现在是61级魂帝，战斗小队的先锋呢。魂帝？可是海神原石，你明明是5个魂环。笨呐，您还不是怕你认不出我？昊天宗跟唐门渊源深厚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跟大家一起重振唐门。贸易方面是我和潇潇在打理，最近冬儿也经常来帮忙，缠着我要学习经商。宇浩送过来的设计图纸，暂时只有诸葛神弩炮和魂导炮弹投入生产，跟学院还有史莱克城进行交易。诸葛神弩炮威力上和5级定装魂导炮差不多，却能多发，魂力成本也极小。一旦打开外销渠道，恐怕会成为各方势力争抢的对象。我正要跟大家讨论此事，近来有不明势力在史莱克城周围打探。星罗、天魂、斗灵3大帝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我怀疑日月帝国可能会有动作。他们已经敢派人暗杀宇浩了，可见对我们史莱克多有忌惮。所以，现在并不是唐门展露锋芒的最佳时机。藏锋敛锐，积攒底牌，这就是唐门现阶段的任务。但是只要我们唐门的实力不断壮大，终有一日会一鸣惊人。冬儿，不好意思，跟大师兄讨论了一下唐门的发展方向，来迟了。冬儿，我们要去哪儿？你说的那个跟我长得很像的王秋儿，我向周老师打听了一下，他竟然考入了内院。走，我们去看看他到底什么来头。冬儿，等我一下。对不起，怎么走这么快？好的，下一位。同学，麻烦把面纱摘一下。我们负责报到注册的老师有义务真实记录下每一位学生的情况。好美啊！
是本届海神育园的主持人西西。我是主持人贝贝。废话不多说，第一环节，一剑清心。男学员们尽其所能，摘掉女学员头上斗笠。动手时要维持绅士风度哦。38、39个男同学，怎么没有王东？我先来。哼哼，这个第一非我莫属，玄冥置换。得罪了，学长。楠楠，我来了。我在哪儿？你真是太讨厌了。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。大家都知道我的目标。不是，不是。哎呀，这个也不是。这个环节看似简单，其实难度在于从遮掩面部的女学员中认出自己的心上人。等等，最边上的这个女学员好熟悉。楠楠，我爱你。我摘到了，耶！有请下一位男嘉宾。小师弟，到你了。三师兄，我是来找王东的。来都来了，你要是走，可别怪师兄我翻脸哦。行吧，也罢，正好借此机会展示下魂灵。一个10万年魂环，还有4个从未见过的橙色魂环。拿游戏，别倒地！姐姐，我要你的斗笠。摘太多了，回来吧，雪女。5个，小师弟这一招摘下5个女生的斗笠。这魂环配置跟王东一样。感谢学姐们抬爱，雪女是我的魂灵，类似有生命的魂环。感谢宇浩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可爱魂灵展示。接下来是第2环节，二见钟情。每位女生手中有3只千纸鹤，也就是3次投票机会。男学员只需要得到1只千纸鹤就可以留下，否则就会被淘汰，失去下一环节告白的机会。第2环节开始。楠楠，快给我投票吧！不要啊，楠楠，我不要被淘汰，我还没向你告白呢。
夏真是我的救星。时间到，看一下这一环节的结果如何。这个鸟头的动作怎么这么熟悉？你们没眼光啊，没眼光啊！第2环节结束，目前男学员还剩24人，女学员17人。接下来是第3环节。原定3声。本环节游戏规则：每位男生都能选择一位心仪的女生告白，你们将有1刻钟时间展现自我。成功打动女生，就能抱得美人归。不过别表现得太过分哦，否则被拒绝会视作淘汰。下面请男嘉宾根据我报出的名字顺序依次出场。请各位男学员勇敢告白。孤帆、楚青天、子木。有请下一位何菜头。二师兄，加油！潇潇，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时，就知道你是一个特殊的女生，而这几年的相处，更是让你占据了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。潇潇，这一天我等了很久，我一直想对你说。何师兄，我喜欢。会对你好小霞好样的！潇潇也很在意他，他到底是谁？恭喜菜头潇潇！小师弟，30，你们要加油！菜头，这话怎么能让女孩先说？让我来给你打个样。下一位，徐30。又是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。这刚才那人自以为是。楠楠，楠楠，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多少次向你表白。以前我以为，只要放下面子，死缠烂打，总会有机会。楠楠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我知道，我曾经给你留下过很不好的印象，甚至对你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。我真的非常后悔。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过往，让楠楠学姐这么排斥3师兄？似乎30玄武血脉觉醒的仪式跟楠楠有关。楠楠，对不起，如果可以重来的话，什么武魂的觉醒、宗门的荣耀，全部统统滚蛋！我只在乎你。或许今天的答案和以前没什么不同，但我依旧要去尝试，哪怕还有一丝机会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楠楠，能否敞开心扉，给我一道缝隙？我愿用我的余生去守护你，付出我的一切补偿你，包括我的生命。我说过，我会保护你的。
战师兄，你还没跟我说王东在哪儿呢？明晚海神湖将举行海神园活动，你在那里就能找到他。你绝对想不到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。难道那个戴斗笠的是王东？但是王东怎么在女生里面呢？我有几条规矩你要记住，不许在宿舍中光着身子。谁让你说我闯的？你干什么？怎么不敲门？大家都是男人。等你回史莱克学院，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。什么姐姐？原来是你一直在女扮男装。宇浩，该你了。宇浩，我是七宝琉璃宗下一任宗主，选我，七宝琉璃宗就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还是选我吧，应天多无趣呀！两位的青睐是宇浩的荣幸，只是我心中早已有了一道不可磨灭的深渊。抱歉了，我选那位戴斗笠的女生。为什么？他甚至都没有露出过真容。等一下！我要抢亲。那什么？抢亲环节的规则是这样的：如果一名男生选中一名女生，又出现其他的竞争者也想表白这名女生，两名男生将进行比试，负者出局，胜者则有一次重新向那名女生表白的机会。霍雨浩带滑冰1对1，抢亲开始。白虎金刚变，白虎魔神变，白虎一伏波。宇浩，大胆的表白吧！我真的好笨呐！几年的朝夕相处，竟然都没有让我察觉到你是女生。明明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瞬间，我真是无可救药的笨蛋呢。哪怕我聪明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都应该早就发现了。是个执着认真的笨蛋，一旦认定，就绝不会再改变我对你的真心。我将会用生命来守护你，生生世世。王东，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？我愿意。